第181章克莱恩的准备工作。准备？那当然是没有的。克莱恩堆起笑容，指了下密欧恩佐，那只手套还有带封印。他说话的同时，皮肤发红脱皮的恩佐就用带血之花和绿华2枚戒指的左手取下了覆盖右掌的人皮手套。这是蠕动的饥饿。正常来说，克莱恩在不使用的时候，都倾向于将蠕动的饥饿丢在灰雾之上。毕竟这手套异变后，原本封印失效。1天就得吃一个活人，否则将以佩戴者为食。但考虑到阿兹克先生已经回信，最近就有可能过来会合，他最终决定，除非特殊情况，否则都把蠕动的饥饿留于现实世界。毕竟他已经预想过阿兹克先生到来的场景，不想出现以下的对话：你不是说之前的那只手套需要重新封印吗？是的，您等一等，我去趟盥洗室。或者做好准备了吗？没有，您等一下，我去趟盥洗室。类似的画面和台词，仅是想一想，克莱恩都觉得尴尬和奇怪。即使不考虑被阿兹克先生发现灰雾秘密的可能，这也会导致他在对方心中的形象往不可预知的方向滑落。所以，获得新密偶并完成了看自己的尝试后，克莱恩就将蠕动的饥饿拿回了现实世界，补上了之前那一餐。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佩戴者由他改为了密偶恩佐。除了这个，为了遏制蠕动的饥饿每天的吃人冲动，克莱恩随身携带了极多普通的蘑菇，并让密偶始终与自己保持着不到5米的距离。听到他的话语，看见密偶的动作，阿兹克点了点头，伸手接过了那只人皮手套，而克莱恩趁机从衣兜里拿出了几朵蘑菇，丢向不远处的垃圾桶。啪！他打了个响指，让那些蘑菇自行燃烧，腾起赤红，却没有影响到周围其他事物。这是魔术师的操纵火焰的能力。做完这一切，见阿兹克先生的目光不可避免地望了过来，克莱恩干笑了2声道：之前的那个变故让蠕动的饥饿有点害怕蘑菇，我利用这个弱点来遏制他平时的冲动。其实这对实际使用意义不大，因为随身携带蘑菇压制蠕动的饥饿，会导致这忍耐着饥饿的封印物在蘑菇消失后立刻反噬，除非他的面前就有别的可以轻松获取的食物，否则只会成为敌人的帮手。蘑菇。阿兹克拿着表面开始染上血色的手套，边低声自语，边让四周豁然深沉，就连窗外的阳光都被拒绝入内。一个个苍白的、阴绿的、复杂的符号、标识、花纹凭空浮现，就像是由无形的怨魂、幽影、灵体等生物书写而成。它们于半空交织组合在一起，演化出一扇神秘的虚幻的对开的青铜之门，仿佛连通了另外一个世界，深沉的、寂静的、恐怖的世界。这虚幻之门越缩越小，最终落于蠕动的饥饿上，让它表面的血色迅速褪去，苍白成为主体。几秒后，这人皮手套恢复了正常，依旧是薄薄一层，可即使没有了蘑菇的压制，它也未表现出一点躁狂和冲动。和以前一样，阿兹克将蠕动的饥饿递给了克莱恩。有大佬撑腰的感觉就是好啊。克莱恩一阵感慨，诚恳道谢，将蠕动的饥饿戴在了自己左掌。他想了想，主动提到：阿兹克先生，我之前携带您给的那枚铜哨经过狂暴海时，有连续做同样的梦境。梦境的主体是一个黑暗阴冷、倒立着深入地底的陵寝，里面摆放着数不清的棺材，棺材内趴着一个个死者，他们的背后长出了密密麻麻的白色羽毛，那些羽毛染着淡黄的油污，陵寝的深处则有一团笼罩所有的黑雾。梦境中，我和你正探索这个陵寝，不知道惊动了什么，导致黑色的雾气发出喘息般的声音，延伸出一根根虚幻的黑色细管。每次梦到这里，我都会惊醒。这似乎和之前出现的灵教团人造死神计划附带产物有点类似。克莱恩将自己利用铜哨占卜出的内容划入梦境，较为详细的讲了出来，以提醒阿兹克先生，让他不要大意。反正梦境占卜在某种意义上也等于梦境，而阿兹克知晓他是占卜家途径的非凡者，有类似的遭遇并不奇怪。正常做梦获得的启示与梦境占卜获得的启示区别只有一个，被动和主动。阿兹克安静听完，没有打断克莱恩的描述，末了点了点头道：这应该和死神遗留于狂暴海的事物有关。灵教团的人造死神计划看来也有了点实质的进展。阿兹克先生不愧是第4季的死亡执政官，一点也没有轻视我的梦境。克莱恩抬起右手，揉了揉脸孔，变成了格尔曼斯帕罗的样子。他随即说道：只剩一个准备了，
那就是确认地狱上将路德维尔没在危险的地方，周围也没有灵教团的半神。至于那枚愚人袖定是否还在对方船上的问题，克莱恩没有提出，因为他隔三差五就会做个确认，相信地狱上将路德维尔尚未发现那件神奇物品，或者已经发现，但故意没做移动，等着疯狂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主动拜访，踩入陷阱。阿兹克平和回应道，这可以到了附近再确认。好的，克莱恩立刻让密友恩佐去衣帽架旁抽出了那根镶金手杖。阿兹克见已经没有别的事情，遂探出右掌抓住了克莱恩的肩膀，克莱恩也探出右掌抓住了密友恩佐的肩膀。四周景物的颜色再次突变，红的更红，黑的更黑，蓝的更蓝，彼此重叠却又鲜明不容。两人一偶随即在灵界开始穿行，那根黑色的镶金手杖则飞舞于前方，指出了克莱恩丢失的愚人袖定在哪个位置哪个方向。没过多久，手杖停了下来，悬于半空，阿兹克也终止了穿梭，但未离开灵界。他仿佛在注视着什么，也似乎在倾听着什么，隔了2-3秒后道，没什么问题。说完，他带着克莱恩，克莱恩带着他的密友走出了灵界。与此同时，克莱恩想起了之前和阿兹克先生一起寻找他记忆线索的经历，那次的目标是疾病中将特雷茜手上的古代典籍。当时阿兹克也说问题不大，结果对面有不老魔女卡特琳娜。没什么问题，好吧，您说没什么问题，那就算没什么问题。克莱恩边吐槽边打量起四周，这是他还算熟悉的环境，黑尘中泛着阴绿的巨大船只，描绘有漆黑郁金香的惨白主帆，以及或操纵风帆或来回巡逻或演练火炮的火狮。骷髅、怨魂、幽影等不死生物都在证明着这是地狱上将的旗舰黑色郁金香号。与克莱恩上次所见不同的地方是，此时的黑色郁金香号有不少活着的非凡者。那腰胯细细刺剑，身穿花边衬衣，外披华丽外套，头戴白色骷髅头三角帽，脸覆银白色面具的船长地狱上将路德维尔正立着船舱入口处，望向这边。忽然，路德维尔右手戴着的那枚方形黑尘戒指轻微震颤，有光芒闪现。这高傲的海盗将军眼中苍白火焰随之明显晃动，最终缩小到了极点。紧接着，路德维尔弯下了腰背，在船员们或呆滞或惊讶或没有生气的目光里，面朝阿兹克艾格斯匍匐于地上，亲吻起甲板。第182章灵请伸出的呼喊。看到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反应，克莱恩就和黑色郁金香号上那部分活着的船员一样，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原本预想的场景共有2个，一是路德维尔请了灵教团的半神帮忙埋伏格尔曼斯帕罗和他背后的强者，这并非没有可能，死神途径的序列期叫做通灵者，同样有能力预知危险的来临。二是这位地狱上将并无准备，强行反抗，被阿兹克先生轻松解决。克莱恩心底的计划是，若为第一种情况，就阿兹克先生应对半神，自己狩猎地狱上将，拿到第2个密偶。如果是第2种，则恳请阿兹克先生旁观，自己操纵密偶，与路德维尔单挑。这个过程中，他会利用蠕动的饥饿，躲于各个阴影里，尽量藏在幕后，以更快的消化掉密偶大师魔药。谁知道地狱上将什么反抗都没做，直接就匍匐于地，亲吻甲板，如同阿兹克最忠诚最谦卑的仆人。这还怎么打得起来？克莱恩略显呆愣地望着前方，不知道该不该开口说点什么。而整条船上也是一片安静。阿兹克抬手按了下头顶的丝绸礼帽，不快不慢地走向了跪伏于地的路德维尔。1步、2步、3步，他停在了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身前，嗓音低沉地开口道：灵教团人造死神计划进行到了哪一步？路德维尔的额头死死贴着地面，嘶哑着回答道，但还无法回应祈求和仪式。描述完后，他略微抬起上半身，将右手戴着的那枚方形黑尘戒指取了下来，双手捧着，递向了前方。无声无息间，那枚戒指仿佛被数不清的灵体拖着，自行飞了起来，落入阿兹克的掌心。阿兹克端详了几秒，将这枚戒指捻起，戴至左手食指。忽然间，一种恐怖幽深、难以名状、高高在上的感觉从他身上扩散而出。那些或裸着身体或穿着破烂皮甲的活尸、骷髅们纷纷单膝下跪，埋低了脑袋，似乎只敢直视他的皮靴。飞舞的怨魂阴影们同样落至地面，紧紧贴于甲板，再没有一个漂浮于半空。
船上其余海盗一个接一个扑通倒地，将脸部埋至甲板之上，不敢有丝毫抬起。克莱恩立在另外一端，望着阿兹克先生的背影和凭空开阔的场景，张了张嘴巴，却什么都没有说出。阿兹克又前行2步，来到地狱上将的侧方，然后转过身体，面朝克莱恩，对路德维尔道：“你做他1年的密友，到了时限，可以回归灵界。”这番话，阿兹克说的平平淡淡，似乎并不牵涉地狱上将的生死与未来，或者这于他而言只是一件小事，无需在意被命令者的心情和想法。路德维尔的身体剧烈颤抖了起来，似愤怒，似不甘，可最终还是没有抬头，依旧将额头紧贴于甲板道：“是伟大的死亡执政官。”他话音刚落，苍白与音律彼此渲染的神秘符号一个又一个凸显出来，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虚幻的青铜大门。这青铜大门飞快缩小，落至地狱上将的额头，钻了进去。克莱恩有点错愕又有些迷茫的看着，直到阿兹克先生对他点了下头，指了指地狱上将，才蓦然往前，进入10米范围，操纵起路德维尔的灵体之线。那位海盗将军好几次想弹起身体，挥动手臂，但都没有付诸实际。很快，他思绪变得滞涩，下意识有所挣扎。过了一阵，戴着银白面具的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翻身站起，低着脑袋退至克莱恩侧方，与赢家恩佐一左一右。阿兹克静静看着，到了最后才语速缓慢地说道：“死神途径中，高位者对下位者有很强的压制能力，能推断出来，之前我丢出您那枚铜哨时，身为序列5的地狱上将都完全掌控不住属于自身的不死生物了。”克莱恩轻轻点头，示意自己记住了这件事情。紧接着，一个腐烂了好几处的活尸爬了起来，捧着一枚蔚蓝的锈锭走至克莱恩面前。这就是他丢失的愚人锈锭。虽然他对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没什么用处，但终究还是回来了。克莱恩莫名唏嘘之中，伸手拿回了那件属于自己的物品。然后他看见阿兹克先生往回走来，探手抓住了自己的肩膀。他连忙伸出双手，分别抓住了恩佐和路德维尔2个密友的肩膀。所有的色彩随之变得浓郁、鲜明却重叠。已进入灵界的克莱恩本能问道：“阿兹克先生，现在去哪里？”狂暴海阿兹克平静回答道。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把那枚铜哨给我。”好的。克莱恩让密友恩佐拿出了铁质卷烟盒，取出了里面的古朴铜哨。阿兹克一边伸手接过，一边低沉说道：“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枚死神遗留的戒指加上铜哨，和我应该就能在狂暴海找到当初死神陨落的地方了。”克莱恩下意识就开口道：“我的梦境告诉我，那里很危险。也许我们该先去找灵教团执着于人造死神计划的那些成员，从他们那里拿到更加详细的情报后，再做决定。”阿兹克沉默了几秒道：“那里有声音在呼唤我。”克莱恩侧过脑袋，看向阿兹克先生，只见这位五官柔和、肤色古铜、眼眸沧桑的男子，轮廓线条紧紧绷着，嘴角没有一点额外的弧度。一个个色块飞快掠过，阿兹克带着克莱恩迅速进入了漆黑风暴席卷、幽暗闪电划过的狂暴海区域。就在这个时候，那黑沉阴冷的方形戒指和精致古朴的黄铜色哨子同时闪烁起微光，照亮了阿兹克的脸庞。这位第4季存活下来的死亡执政官闭上眼睛，静静倾听起不知来自何处的呼喊，然后右手猛地一握，附近灵界所有的景象随之往内坍缩，化成了一个看不到边际、缓缓转动的黑暗漩涡。这漩涡豁然膨胀，将阿兹克、克莱恩和2个密友吞了进去。克莱恩感受到了突然而强烈的眩晕，险些当场呕吐。过了不知多久，他才缓了过来，发现自己已置身于黑暗阴冷的陵寝内。四周是一具具敞开的棺材，棺材内趴着一个个被生白色羽毛的腐烂死者。虽然提醒了阿兹克先生，但还是来到了这里。克莱恩怔了一秒，心中陡然涌现出难以遏制的无奈感。他侧头看向旁边，只见阿兹克正立在附近，凝望着层层阶梯通向的陵寝深处。那里有浓郁的黑气弥漫，雾霾一般缓缓流淌，那里藏着的很可能就是人造的死神。克莱恩忍不住又提醒了一句。阿兹克脸部的线条不再那么紧绷，嘴角微微翘起道：“之前的沉眠让我回想起了更多的事情，我看见了坐在头骨王座上的自己，看见了倒闭在王座前方的非凡者和普通人们，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就那样突然死去，接着一个又一个爬起，变成了苍白的不死生物，像我效忠的不死生物。
而我就那样冷酷的注视着，没有一点情绪的波动，任由这样的灾难蔓延向乡村，蔓延向城市。这让我觉得不像自己，可是我又很清楚，这或许才是真正的自己。第4季拜朗帝国那位死亡执政官嘛。克莱恩嘴巴翕动，又紧紧抿住。阿兹克抬手揉了揉额角，语气平静，没有起伏地继续说道：我感觉自己正在往这个方向回归。第183章另一个我。不等克莱恩回应，凝望着陵寝深处的阿兹克自顾自往下说道：我还记起了第一次死去又复活时的情况，躺在一片苍白的尸体中，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心里很恐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哪里。在教会人员收取尸体净化前，我跌跌撞撞逃离了那里，像个游魂一样穿行于旷野、乡村和城市之间，记不起自己是谁，来自什么地方。那段时间，我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众多的哭声，看到牧师们主持大量的下葬仪式，只觉悲伤弥漫在每个角落。后来，我偶然救了一位贵族少女，进入了她家的庄园。她是个阳光开朗的女孩，而我像是从森林出来的野兽，既敏感、多疑、自卑、害怕，又时常展现出冷酷、漠然、残忍、不符合人类道德的一面。她对我很好奇，无论我怎么回避她，怎么做不好的事情，她都会靠近我，用她的笑容感染我，用有趣的事情影响我。不知不觉中，我习惯了她的捉弄，习惯了她的存在。我们悄然走在了一起，她很担忧，害怕她的父亲不同意她嫁给一个过去的流浪汉，现在的仆役。看着她染上了忧伤的笑容，我第一次有了种血液在沸腾的感觉，冲动的告诉她，我要离开这里，但会带着爵位和给新娘的花环回来。我去了军队，我成为了骑士，我举着3米长的旗枪，冲向了敌人，在第4季尾声北大陆残余的混乱里，成为了男爵，有了自己的封地。我遵照自己的承诺，带着国王的敕封、家族的徽章、骑士的绶带和自己编的花环，迎娶了我的新娘。说到这里，阿兹克脸上的表情逐渐柔和了下来，似乎在回味和缅怀着什么，就连嘴角都不知不觉翘了起来。克莱恩听得心中一动，似乎又看见了熟悉的那位阿兹克先生。后来呢？他小心翼翼地做起了引导。阿兹克目视着前方道：后来，我们在自己封地修建了城堡，有了孩子，那是一个男孩，长得很快，可以预见，他将来会长得很高很魁梧。他喜欢格斗，总是拖着一把阔剑跑来跑去，说想成为骑士。我以为这只是小孩一时的爱好，很难坚持下去，可他哪怕摔破了腿，磕伤了脑袋，依旧不放弃练习。他以为躲在房间里，表情扭曲的捂着伤口，我会看不见，呵呵，他太小看他的父亲了。整个领地的灵都在暗中为我效劳。1年又1年过去，我找回了越来越多的记忆。我的妻子一直抱怨城堡太阴暗，想去阳光和温暖的地方，我满足了她的要求。可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她不是讨厌居住于城堡，而是在害怕我身上一点点发生着的变化，害怕越来越阴冷、越来越陌生的我。她没有对我说过这些事情，依旧像过去那样和我相处。我们在南方的海边有了一段美好的生活，甚至还想再要一个孩子，可惜没能成功。直到我预感自己下一次死亡快要临近，我们才返回了封地，返回了城堡。我的大儿子，那个男孩，告诉我，他想前往贝克兰德，成为子爵、伯爵们的侍从，开始自己的骑士之路。我问他，为什么在10来岁的年纪就要做这样的选择？他回答我，因为我是他的偶像和榜样，他想像我一样依靠自己，而非父亲母亲，成为骑士，成为贵族。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恢复了大部分记忆，面对这个孩子总是有点尴尬、生疏和不自在，可听到他的答案时，心里依然有种难以言喻的高兴、满足与骄傲。这是我的孩子，与我在拜朗帝国留下的那些血裔完全不同的孩子。克莱恩知道阿兹克先生说的是他初代拉姆德男爵这个身份，而那让他骄傲和满足的孩子，在晚年或者中年被人下毒谋杀了，并死在棺材里，就连头骨都惨遭因斯赞格威尔取走。阿兹克眼神恍惚了一下道：我又一次死去，浑浑噩噩醒来，本能的远离了封地，在预先的安排下，流浪去了别的地方。每一世每一次的前面部分，我都拥有不同的人生，有时会遭遇甜美的爱情，有时会获得让人宠爱的女儿，那种发自内心的喜爱、无奈和满足，一次又一次让逐渐恢复记忆的我错愕、疑惑、矛盾。
有一次，我是个孝顺的儿子，为父母带去了骄傲，带去了美好的生活，带去了可爱的孙子和孙女。可当我醒来，找回自己，我才记起，我上一世的最后，漠视了他们真正的儿子死于战场，将这个身份占据。我一方面觉得痛苦和内疚，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没什么，只是一件小事。我内心似乎分裂成两个人。那时，我有一张可以让我变成任何人的面具，但在一次苏醒后丢失了。这或许是我自己主动弄丢的。克莱恩想起了阿兹克先生提过的那个喜欢向他讨要糖果的女儿，斟酌了一下，开口说道：“我认为您并不是内心分裂，而是在和疯狂的精神做斗争。失去过往记忆后，一次次开启新人生的您，是善良的、热情的，拥有充沛情感的。越靠近当前的人生，应该越能体现这点。这可能才是真正的您，本质的您。”而死亡执政官时期的您，有受到非凡特性内蕴藏的失控倾向的影响，有受到那位死神从高位传递下来的影响。我听说他在四皇之战后已经封了克莱恩，这些话语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依据，因为他知道的阿兹克人生只有那么几段拉姆德男爵，给女儿做秋千的父亲，孝顺的孩子和温和友善的历史教师。他的目的是提供一个猜测，一种可能，帮助阿兹克先生对抗随着记忆回来的死亡执政官性格，让他正视过去一段段人生里的自己，以此和自身达成某种和解，变得不那么冷酷。而说着说着，他忽然有了新的想法，不等阿兹克消化完刚才的话语，连忙又问道：“阿兹克先生，您知道毛吗？诸神和天使们固定自身，不被非凡特性失控倾向和疯狂本质拖着堕落的毛。”知道阿兹克收回视线，点了下头。克莱恩并不是太确认，却用相当笃定的口吻道：“或许您一次次失去记忆开启的新人生，是您对抗疯狂和失控的毛。不要丢弃他们，不要忘记他们，这就是你自己。”说完之后，克莱恩在心里又默默补了一句：“猫。”阿兹克重复起这个单词，神情似思索似迷惑。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叹了口气道：“这也许是一个解释，至少让我心灵层面的分裂与冲突不再那么激烈。不过，既然已经走到了这里，我还是得去陵寝深处看一看，那里究竟藏着什么？为什么在呼唤我？又是什么导致了我一次次死去又复活，一次次失去记忆又逐渐找回？这困扰了我1000多年，困扰了我一次又一次的人生。我想今天应该能得到一个答案。他的目光一点点变得清醒，语气貌似柔和，却有着无法描述的坚定。克莱恩本想阻止，可嘴巴张开后又抿了起来。阿兹克按了按头顶的半高丝绸礼帽，没有侧头，温和笑道：“记得闭上眼睛。”说完，他向前行走，沿着那一层层阶梯，走向了阴暗陵寝的深处。那里弥漫的黑雾没再发出喘息，缓缓向着四周散开，盘踞于底部的虚幻事物一点点呈现了出来。那是一条庞大到似乎能占据一个岛屿的羽蛇，它有着阴绿显黑的巨大鳞片，缝隙间长出了一根根染着淡黄油污的羽毛，每根羽毛之上都有虚幻的黑色细管延伸出来。这夸张的羽蛇既虚幻又真实，更加具体的形状难以描述，似乎有着人类无法理解的组成。它的眼窝里燃烧着苍白的火焰，它的脸庞是人类的脸庞，那张脸肤色古铜，五官柔和，右耳下方有一颗细小的黑痣，俨然就是另一个阿兹克艾格斯。第184章无法阻止的靠近。看到黑雾深处盘踞的那条羽蛇，看到对方如山身躯顶端的脸庞时，阿兹克先是一怔，旋即额角一抽，仿佛被人将钳子狠狠打入了太阳穴，把头部分成了两半。这剧烈的疼痛里，他脑海内豁然跳出了一幅幅不连贯的画面，与他长相一模一样，就连细微处特点都完全一致的羽蛇脸孔。一片寂静的大地，数不清的苍白死尸，浮于半空，由不同种族头骨堆积而成的云朵，从地面钻出的漆黑结状触手，触手顶端的一只只死鱼似眼睛。他被强行拉出了身躯的透明灵体。这些闪烁的画面之后，一双苍白火焰即将熄灭的眼睛望了过来，一根染着淡黄油污的白色羽毛飘落，将阿兹克那透明的灵体切割成了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猛然飞了起来，进入了头骨之云，剩下的那部分则与一件凭空跃出的黄金饰品糅合在一起，于苍白火焰的灼烧中回归了血肉之躯。这样的场景就像雷神的巨锤，一下又一下敲击在阿兹克脑海中，让他再也难以忍耐痛苦，抬手捂住脑袋，膝盖逐渐发软。
瘫倒般跪在了阶梯上。他终于回忆起了所有的事情，明白了自己不断死去又不断复活，总是失去记忆又一次次找回的原因。他的灵魂并不完整。同样的，阿兹克也明白了黑雾深处那条压迫着整片空间的羽蛇为什么会长着和他一模一样的脸孔，那就是他，那就是另一个阿兹克艾格斯。而这一切源于死神陨落前的一个隐蔽尝试。有灵魂的缝合，自然也就有灵的分割。那一刻，疯狂而强大的死神似乎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不愿意就那样逝去，悄然分割了自己孩子拜朗帝国死亡执政官的灵魂，收走了其中一半，并将某样物品作为替代，与阿兹克的灵缝合在了一起。不知是出于死神的刻意安排，还是灵教团人造死神计划的无意影响，阿兹克被收走的那一半灵魂与人造死神的目标本途径的唯一性融合于一，让后者获得了一定的本能，开始主动的影响晋升失败的收拾人途径高序列强者。而另外一半虽然有了替代品，不再残缺，但由于灵魂的不完整，只能一次次死去再复活，就像序列4不死者那样。而受到体内那件黄金饰品的影响，受到另一半灵魂的呼喊，每次开启新人生的阿兹克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找回过往的记忆。过去的阿兹克有尝试弄清楚原因，但碍于记忆自然恢复大部分时，距离又一次死亡已经很近，来不及做什么探索，并且灵教团人造死神的计划提出也就几百年，直到不久之前才有初步的成果，所以始终没能找到答案。阿兹克的双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头部，撑在了下方的阶梯上，喉咙里随之发出不像人类的声音。他额头一滴滴汗水滑落，打在面前石板上，浸染开了一层淡黄的油污，催生出了一根根细密的白色绒毛。这一刻，他感受到了另一半灵魂的呼喊与渴望，两个分散了1000多年的自己迫不及待的想要合二为一，重归完整。不，阿兹克痛苦的低语着，不想抬起自己的脑袋，伸出自己的右手。他刚才看得很清楚，化身为羽蛇的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理智，充斥着浓郁到极点的冷酷与疯狂。如果与对方重归于一体，恐怕会立刻恢复当初死亡执政官的状态，甚至成为只剩神性没有人性的伪死神。那他将遗忘掉一切，遗忘掉曾经珍视过的所有人。不，阿兹克喉咙里再次蹦出了一个单词，脖子不可遏制的一点点抬起，上面冒出了一片片漆黑阴冷的鳞片。他的额头位置忽然有了生命力般自行凸起，从中裂开，长出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一抹金黄的光芒随即从虚无中产生，于血肉里成型。这是一件黄金打造般的古老饰品，外形像是一只体态修长的鸟，周围弥漫着苍白火焰构成的羽翼，青铜色的眼睛内部光芒层层叠叠，分别形成了一扇神秘而虚幻的大门。他刚一出现，阿兹克就痛苦的低吼了一声，彻底抬起了脑袋，那沧桑的眼眸内腾的一下燃起了2团苍白的火焰。黑色雾气深处，那条既虚幻又真实的羽蛇直起了身体，探出了脑袋，2张一模一样但大小有别的脸孔无声对视，一片寂静。4团苍白火焰跳跃之中，双手撑于地面的阿兹克表情扭曲，竭力挣扎的一点点站了起来，缓慢的走向了那条被称为人造死神的羽蛇。随着他的靠近，整个陵寝开始震荡，四周变得透明，映照出了一个有着数不清骷髅和幽影的世界。一只只血淋淋的手臂，一根根长着婴儿脸孔的青黑藤蔓，一条条顶着死鱼眼睛或2排尖牙的滑腻触手，穿透真实与虚幻的界限，探入了陵寝，却又死死贴于地面，不敢动弹。东拜朗，古拉因城，正在赶往下一个目标所在地的戴利西蒙尼忽然停住脚步，抬手扶住头侧。怎么了？红手套小队的队长索斯特疑惑问道。戴利眉头微皱，带着几分梦呓感的回答道：我听见了奇怪的声音，感受到了不知来源于哪里的呼唤，我甚至想要跪倒在地上。你们听到了吗？索斯特慎重询问起其他队员。伦纳德·米切尔刚有摇头，就听见脑海内那略显苍老的嗓音说道。看狂暴海方向，伦纳德下意识转过了身体，望向港口位置，望向远处的狂暴海，只见那里一片纯粹的深黑，没有狂风，没有巨浪，没有乌云，没有闪电，没有暴雨，也没有阳光。克莱恩虽然闭着眼睛，但灵感出众的他还是能察觉到周围的动静，听见疑似阿兹克先生发出的痛苦低语和嘶吼，感受到那宛若实质的寂静感和死亡气息。发生了什么事情？
陵寝深处那个人造死神虽然没有攻击阿兹克先生，却对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克莱恩脑海念头频闪，心中又急又慌。他的灵性直觉告诉他，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绝不是他乐意看到的。可是他又想不出自己能够做点什么，他甚至连睁开眼睛看一看阿兹克先生目前的状态和遭遇都不敢。这不是仅凭勇气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位格层次的差距，无法弥补的差距。刹那之间，克莱恩又有了强烈的无能为力感，但他没有放弃，拼命的回想自己身上有什么事物可以利用。蠕动的饥饿，不，这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不会有任何作用。丧钟，更加不行。格罗塞尔游记，我没带。黑皇帝牌、暴君牌也没带。窃运者符咒，对，窃运者符咒。克莱恩心中一喜，已然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用窃运者符咒短暂对调自己和阿兹克先生的命运，代替他去承受人造死神造成的影响。至少我还有复活过来的可能，而阿兹克先生之前的死亡都不属于被害。谁知道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再次苏醒？克莱恩没去考虑窃运者符咒究竟能否对阿兹克和人造死神产生作用，只想着不管怎么样，总得试一试。他霍地抬起右手，探入了衣兜，然后他的动作出现了迟疑，他的手臂往上提了一下，又落回了原本的位置。他整个人短暂凝固，仿佛变成了石头雕刻的塑像。克莱恩嘴唇翕动了几次，表情不太明显的出现扭曲，接着猛地一甩右臂，将手掌从衣兜里抽了出来。那掌心紧紧握着一枚黑色水晶卡片般的符咒。与此同时，阿兹克与那条山峰般的虚幻羽蛇越来越近了，他步伐越来越快，就像在回归自己的王座。可是他苍白火焰下的眼睛充满痛苦，表情扭曲到了极点。不，阿兹克再次低语了一声，体表裸露的位置，漆黑鳞片的缝隙间，一根根沾染着淡黄油污的白色羽毛长了出来。那强烈的呼喊和渴望让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就要腾空而起，跃向那长着他脸孔的巨大羽蛇。他额头位置的鸟形饰品，苍白火焰猛地蔓延开来，流淌向了他身体别的地方。克莱恩的灵性直觉疯狂预警，连忙念出了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命运。他刚要使用符咒，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再没有任何声音。一只纤细白皙的女性手掌凭空出现，按在了阿兹克额头的鸟形黄金饰品之上，一道身影随之勾勒于阿兹克与山峰般的虚幻羽蛇之间，中断了两者的靠拢。在外力的帮助下，阿兹克终于抗衡住了那融合为一的渴望和无法拒绝的呼喊。眼眸内的苍白火焰映照出了那道浮于半空的身影，那是一位秀美的女士，身穿古典长袍，戴着黑色兜帽，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眸黝黑但缺乏灵性。第185章3个选择。灵寝内诡异的变化让紧闭着眼睛收敛着灵性的克莱恩一时难以知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清楚这偏好还是偏坏，所以哪怕已念出开启咒文，手攥着窃运者符咒，也不敢贸然动用，害怕造成负面的影响，获得相反的结果。1秒、2秒、3秒，克莱恩只觉时光流逝的是如此漫长，就仿佛过了整整1个世纪。终于他听见了阿兹克先生略显低哑却又不够确定的嗓音：是你。紧接着一道没有起伏但明显属于女性的声音响了起来：你有3个选择，一是继续向前，寻求完整，让萨林格尔从你体内重生；二是由我帮你抽出那一半灵魂，让你带着他离开，自己想办法缝合，这能让你变回原本的样子，不再一次次死去，又一次次复活，但这不等于现在的你。你过去经历的一次次人生也将真正退化为梦境。3是放弃所有，直接离开，你将永远停在当前层次，无法再往上晋升，你将依旧一次次成为死者，又一次次从失去所有记忆中醒来，重复着寻找过去的经历。克莱恩听得一愣一愣，完全没想到陵寝深处竟然多了一个人，而且似乎占据着绝对的主导权，可以给出不同的选择，让曾经的死亡执政官阿兹克艾格斯只能从中决定。这就是黑雾深处隐藏的那个人造死神。不，他原本似乎没什么智慧，刚才那么久也没见他想要沟通。抽出那一半灵魂，想办法自己缝合，这什么意思？阿兹克先生的灵原本并不完整，从哪里抽出？说话的女士居然能做到阿兹克先生做不到的事情。
还有，萨林格尔是谁？为什么会从阿兹克先生体内重生？他是那位掀起苍白之灾的死神，阿兹克先生的父亲或者爷爷。他遇见了自己的陨落，于是，在阿兹克先生体内留下了复活的影子。第一个选择肯定直接排除，不做考虑。第二和第三都各有问题。一个不再是现在的自己，会变成陌生的我；一个将永远承受不死诅咒，再也无法解脱。如果对自身有信心，真正将过去那一次次人生事做毛，那可以考虑第二个选择，与自己和解，彼此妥协。可是，这涉及分割出去的另一半灵魂，完全没经历过那些人生的另一半灵魂，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根本无从猜测，毛未必能解决问题。克莱恩脑海内一个个念头飞快闪过，又疑惑，又好奇，又为难，又不解，可只能远远站着，连旁观都做不到。那是阿兹克的人生，是他将要面对的未来，别人无法替他做出决定。而克莱恩该说的，之前已经说了，他又无奈又担忧的立在原地，等待着阿兹克先生开口。阿兹克望着前方那位戴兜帽的秀美女士，许久没有言语，眼中苍白的火焰摇曳不定。那条既虚幻又真实的如山羽蛇似乎察觉到了某种不好的变化，尾巴豁然抽出，疯狂扫向了四周，头部随之埋下，张开巨口，露出暗红色的血肉和沾着淡黄油污的尖牙，吐出漆黑的蛇心和阴绿的粘液，要主动的吞掉阿兹克艾格斯。但是他所有的尝试都没能产生影响，他仿佛活在另一个世界。让人不安的沉默中，阿兹克抬起右手，揉了揉额角，平和笑道：或许是已经习惯现在的生活，我选择三。他话音刚落，对面那位戴兜帽的女士手掌一握，紧紧攥住了那个鸟形黄金饰品，然后一点点往后收回手臂，将那件古老的饰物从阿兹克额头的裂口处扯了出来。阿兹克的表情又一次扭曲，似乎正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他每一滴血液内，每一块肌肉中都有少许灵在沁出，交织为了一个透明的魂体。这魂体看似完整没有残缺，但却充满不协调的矛盾意味，因为它有一半呈金黄色，从眉毛、眼睛到躯干、四肢都是这样，带着古朴的美感。随着那鸟形黄金饰品的抽出，阿兹克这半透明的灵从中间开始分裂，一寸一寸分裂，仿佛正被人用小刀活剥着皮肤。他喉咙里又一次发出不像人类的呵呵声，听得远处的克莱恩脑袋眩晕而刺痛，似乎有一根根钢针在他的脑浆中疯狂搅拌。也就是几秒的功夫，阿兹克的灵体彻底分成了两半，一半化作黄金流光，投入了那鸟形饰品的眼中，一半重归他的身体，与血肉融合。阿兹克眼中的两团苍白火焰熄灭了，体表长出的白色羽毛和漆黑鳞片褪去了，表情的扭曲也得到缓解，不再那么狰狞。他脸庞变得略有些苍白和透明，额头在一阵阵抽搐，显然正承受着源于精神体深处的痛苦。感谢您的帮助，他对着那戴兜帽的秀美女士行了一礼，转过身体，脚步虚浮的沿阶梯往上，来到了克莱恩的身边。可以睁开眼睛了，阿兹克疲惫的微笑道。克莱恩连忙睁眼，打量了阿兹克先生一下，发现他并未出现疯狂与失控的迹象，这才彻底放心，好奇的将目光投往陵寝深处。那里黑雾弥漫，又遮掩住了底部的一切。刚才那位是谁？他忍不住开口问道。阿兹克笑了笑，探手抓住了他的肩膀。我就算告诉你，你也听不见，除非他想让你知道。他说话间，克莱恩也下意识抓住了自己两个密友的肩膀，周围的色块极其浓郁，鲜明的叠加在了一起，两人两偶很快就穿过狂暴海对应的临界，返回了克莱恩在古拉因城住的那个旅馆房间。阿兹克刚一松手，就捏了捏额头，温和笑道：我接下来需要一场不知道会维持多久的睡眠来恢复，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向灵界七光请教，对应的仪式你应该已经掌握。阿兹克先生，你没什么事情吧？克莱恩关切问道。与此同时，他腹诽起了自己，永远失去了一半灵魂，怎么可能没什么事情？阿兹克笑了笑道，没什么大的问题，只不过会维持以前那种状态，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安排好一切，割裂与原本人生的联系，然后忘记所有，复活苏醒，寻觅过去。和以前相比，至少还有你这个知道我很多事情的人存在。如果我又一次遗忘，看到你的来信，应该就能回想起很多。他顿了顿，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低声笑道：沉眠也不是坏事，
至少我可以做梦。梦中，我从未离开，还在陪他晒着太阳，还在指导那个倔强的孩子怎么使用扩剪，还在为那个爱撒娇的小家伙打造秋千。话未说完，阿兹克丢出了那枚铜哨，温和笑道：“记得写信，但我睡醒之前不会回你。”克莱恩刚伸手接住那古老精致的铜哨，阿兹克就已消失在了房中，不知去了哪里。怔怔看了一阵，克莱恩忽然低声叹了口气。要从古拉因城前往别的地方，如果走陆路，必须沿着盘旋往上的道路，穿过一片片街区，来到这座城市的最高点，然后才能翻过山岭，进入平原。此时此刻，索斯特率领的红手套小队正站在最高处的广场上，眺望着不太正常的狂暴海。始终按着额头的戴利西蒙尼突然放下了手掌，颇为奇怪的开口道：“一切又正常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正常了。”伦纳德略感诧异的反问道。在他看来，狂暴海的异变结束前，戴利很难恢复正常。也许是间歇性的，索斯特迟疑着给出了自己的猜测。戴利正要回应，众人灵感忽有触动，又一次望向了狂暴海。那片纯粹的深黑中，一颗又一颗璀璨的星辰亮了起来。贝克兰德圣塞摩尔教堂内，大主教安东尼史蒂文森拿到了一封来自海上的紧急电报。那电报的内容相当简单，却足够惊人。格尔曼斯帕罗在线，与人一起登上黑色郁金香号，将路德维尔制成了密偶。他跟随的那位被路德维尔称为死亡执政官格尔曼斯帕罗。死亡执政官。圣安东尼无声重复起这两个名称。他缓缓后靠，闭上了眼睛，脑海内又一次浮现出0-17那件封印物的资料，完整的资料，编号17，名称隐秘之天使，危险等级0分，非常危险，最高重视度，最高保密等级，不可打听，不可外传，不可描述，不可窥探保密等级，教宗非组研究人员，即负责贝克兰德教区的大主教。注：大主教调离贝克兰德教区时，需用封印物1到29分清除相关记忆。封印方式：通过1到29分和1到80分的配合完成封印。描述：这不是一件物品。警告：它无法被利用。附录1：这件封印物最早在第4纪苍白年代出现，具体年份缺失，具体日期缺失，具体地点缺失。附录2：资料显示，它曾经被唤醒过5次。附录3：无法被利用有限定前提，经确认，它可以作为女神降临的容器。